知道战一晨不在公司里，云初依旧站在原地等着。战少说一晨在赶回来的路上了。云初有点后悔，早知道他不在公司啊，他就提前打个电话给他了。但提前打电话就不是惊喜。好在战一晨是从管城大酒店赶回来的，并没有让云初等多久。他一路上都在猜测云初突然来找他做什么。大哥告诉他的时候，只说宁云出来了，就并没有说他来做什么。从那天云初坐着莫东浩的车子离开之后呢，他就有几天没有见到那丫头的面了。电话联系倒是有，但是每次打电话给他呢，都是他在说，他在听。他知道小姑姑来了，他说要去看看小姑姑，但他不让他去，说他姑侄俩想好好的相处相处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云初这样说，战一晨就没有去找他，让他姑侄俩好好相处。他这20几年来，也就是从小姑姑身上得到一些来自亲人的关爱。他可能在小姑姑面前会像个小儿女似的撒娇，不想让他看到吧。其实战一晨对云初很宠的，两个当事人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而已。车子一停稳，战一晨就快速的下了车，快步的跑向宁云初。云初，他跑到云初的面前，看到他还抱着一大束玫瑰花。他粗喘了几口气后，伸手就从他的手里拿过了那束花，笑着问他，就这是送给我的吗？以往他送来的花都是他打电话到他花店里订的，然后要求他送到公司来。就他还是第一次主动送花给他。云出面朝着他轻笑，不是送给你的，送给谁？闻言，战一晨笑咧了嘴，这花真的好漂亮呀，我喜欢。战二少爷现在乐得像个傻子，不过是一束花，他也能欢喜成这般。宁云初感受到他的欢乐，忽然觉得自己对他太差了。你要过来，怎么不提前打电话跟我说？我好在公司里等着你。云初轻轻的道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打电话告诉你，还算惊喜吗？战一晨又咧嘴笑，不得不说他突然间主动来找他，还给他送来了一束花，对他来说的确是惊喜。你什么时候回市里的呀？战一晨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牵起了云初的手，他的大手温厚有力，被他牵着，让他感受到了温暖，很想和他这样牵着手走过以后的人生风雨。下午刚回来，回到店里略坐了片刻后就来找你了。他说回来后就来找他，战一晨更开心。此刻他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正午的太阳。小姑姑回去了呀？回去了，她家里事情也多，为了我的事，小姑姑这几年到处奔波，就算浩哥在经济上援助了小姑姑，我姑父还是颇有意见的。不过我姑父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半句难听的话，就那些表兄妹对我也很好，就连表嫂对我也很友善。宁云初想到这10年来，小姑姑为了自己付出太多，就觉得自己是个拖累人的。小姑姑家里的生意会好起来的。战一晨已经让人打探清楚小姑姑夫家生意的情况，让人帮忙拉一把，相信小姑姑家里的生意很快就会重新好起来，那家庭条件呢也会跟着好起来。承你贵言。宁云初知道小姑姑家里曾经差点破产，好在表兄妹们争气，经过他们的努力，生意已经有了起色，经济压力缓解过来。当然，他更希望小姑姑家里的生意能恢复如初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小姑姑一家人都是好人，好人该有好报才对。哪怕小姑父偶尔会有意见啊，觉得小姑姑经常抛下家里的所有事情，为了医治她的眼睛四处奔走，却也默默地在金钱上给了很多帮助，也会到处打听哪里有更好的眼科医生。姑父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，能包容小姑姑这样为娘家侄女奔走10年，非常好了。莫总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之前也不请我吃饭喝2杯，我还想跟莫总喝上几杯呢，最好就能把莫东浩灌醉。试探一下莫东浩的酒量如何？我嫂子想他了，他迫不及待地回去。
还给我嫂子准备了很多礼物。他和战一晨之间很少相互送礼，他拒绝他的追求，自然不送。战一晨送，他不收，就体会不到那种两情相悦，互把对方放在第一位的那种甜蜜滋味。扶他上车，并帮他系好安全带后，战一晨才绕过车身，回到驾驶座上。那束花他递给云初，你先帮我抱着花束，我舍不得放到后面去。开车的时候我希望只能看得到这束花。云初帮他抱着花束，笑道，不过是一束花而已。他却视若珍宝，是一束花而已，但却是你第一次主动送给我的花束，我宝贝得很，拿回家里去。我要插在我家里那个古董花瓶里，那个古董花瓶很值钱的，你送的花就要插在最贵的花瓶里。以后我若是天天给你送花，你岂不是没有花瓶插花了？我店里也有花瓶出售，卖给你插花用。战一晨笑道，行啊，你有多少花瓶可以卖的，我都买下来。送的多了，你就不喜欢了，那说不定会嫌我天天送那么多花，你要多扔点垃圾呢。不会啊，绝对不会。你送我一根草，我都会保留着。云初故意说道，下次我就送你一根草，照收不误，只要是你送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喜欢。云初偏头看他，其实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偶尔感受到一点光亮，但看得模糊。等他眨眼想仔细看的时候，眼前又是漆黑一片。战一晨，先别开车，我问你几句话。本来打算开车的战一晨听他这样说，便熄了火，看着他温和地道，你问吧。心里却直打鼓，不知道他要问什么。他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呀。那想到这里，战一晨又放下心来。那他做的最过分的事，也就是那次强吻他了。但那件事过去了很久，他气早已消。一晨，你说喜欢我呀，爱我呀，这些话还能当真吗？云初问话的声音不是很大，但他问得很认真。战一晨想都不想，就赶紧答道，当真，千真万确，比珍珠还真。从一开始他就是把她当成妻子来对待的。他们战家的男儿对妻子都是宠爱有加，看他的长辈们以及兄嫂就知道了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个个都是妻奴。那有时候呢，父母当着他们的面都会秀恩爱，撒狗粮。在父亲的眼里，母亲是最重要的，他和弟弟们是充话费送的，他们惹父亲生气，顶多是被批评两句。要是惹母亲生气，父亲会直接抄一架，追着他们跑，连原因都不问一句。父亲说，从母亲嫁入战家开始，他都舍不得惹母亲生气。他们这些小兔崽子居然敢惹母亲生气，不揍他们揍谁？嫁入战家的女人都是被丈夫捧在手心里，宠成个女儿样的。人家说最爱老婆的男人是把老婆当成女儿来宠。你上次出差是真的出差，还是去 A 市求见神医？战一晨愣了一下，老实的答道，去 A 市了。我听说君家的四少爷带着程医生回来了，神医也跟着回来，我就赶紧过去，想着帮你请神医治眼睛的。请不到神医，能请到程医生也好呀。可惜的是，程医生大腹便便，马上就要生了，就算他愿意给你治眼睛，君四少也不会同意。我天天去风尘山庄，那君四少看到我都想放狼狗咬我了。知道程医生快要生了，我也知道现在请不到他的。我天天去风尘山庄，其实还是想请神医老先生的，只是老先生四处会有行踪飘忽，我在那边逗留了那么多天，都没有见到老先生一面。好在程医生承诺过，等他生完了宝宝，满月后他第一时间过来帮你治眼睛。我会时刻留意着风尘山庄的动静的。等程医生出月子后，我就马上飞过去，请他过来帮你治眼睛。战一晨握了握云初的手，认真的道，云初，我说过有希望的话，不管是哪里的名医，我都会帮你寻来，哪怕没有了希望，我也不嫌弃你。用我妈说过的话，嫁给我不需要为我做什么，
只要能帮我花钱就行了。况且你也很棒，虽说眼睛不太好，看不见，却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。你连宁氏的生意都能接过来，短时间内上手，稳住了宁氏的局面，没有让宁氏因为宁总夫妻俩的入犹豫而大乱。你哪一点比别人差？反正在我心里，你是很优秀的女孩子，我都怕我配不起你。你至于我来说，如同那空中幽兰。云初被他夸得有点脸红，他问他，那我现在跟你说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女朋友、未婚妻，还来得及吗？战逸晨没有马上回答他，这让云初一下子紧张起来。哎，他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？还是时间长了吧，觉得他这个瞎子还是挺拖累人的，反悔了，不想再和他在一起了，就温厚的大掌附到他的额上。云初，我得确定一下你是认真的，还是一时间头脑发热，说着哄我的话。战逸晨摸了摸他的额头后，嘴上说道，体温正常，没有发烧，不可能是烧糊涂说胡话，也不会是一时间头脑发热，那就是认真的了。下一刻他下车，云初不明所以，哎，他下车做什么呀？就很快他就知道他下车做什么了。他来到副驾驶前，拉开了车门，然后探身入内，边帮他解开安全带，边说道，云初，你先下车，下车一下。云初照做了。一下车，他抱着的花束被他拿走，放在车椅上。下一刻，他双脚腾空，被他搂抱着腰肢。接着他抱着他转圈圈，边转圈圈边大声呼喊着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有未婚妻了，宁云初，我爱你。战氏集团里有些人是现在才走出公司的，看到是战逸晨，大家本能的停下来看戏，听着战逸晨欣喜若狂的欢呼声，众人都笑了起来，不知道是谁带头鼓掌的。云初听到了掌声越来越响亮，哎，围观的人很多吧？他有点害羞，更多的是欢喜。还好战逸晨不是拒绝他，他只是太高兴了，不敢相信他会答应他，接受他的感情，才会做出一连串让他不解的动作。此刻他知道了，他对他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就从他出现在他面前开始，他就没有嫌弃过他是盲人，就他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他依旧选择他呀。他也知道从一开始他就是把他当成妻子来看待的，因为他是他奶奶选中的人，他对他的爱意也是从零开始到如今的100分。哇，欣喜若狂的战逸晨抱着云初转了不知道多少圈，害怕把云初转得发头晕，他才停下来。停下来后略等几分钟，等云初缓过神来，他修长的手指轻柔地挑起他的下巴，仔细地审视着他精致的五官。云初天生就是个美人胚子，与战逸晨那是郎才女貌，般配得很。云初，战逸晨的低喃消失在他的唇边。当着所有围观的观众面前，战逸晨与宁云初深情拥吻，这是交心的深吻，和他第一次强吻他完全不一样。他吻得热切，他也热情地回应他。战逸晨知道他其实很害羞的，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接受他的深吻，还热情地回应他，说明他是真的走进了他的心房。他筑起的高墙为他打开了一扇门，他会好好的珍惜这扇门的，不会让那扇门再次关上，但也不让别人来开这扇门。宁云初是他战逸晨的女朋友、未婚妻。结束深吻后，云初靠在他的胸膛上，闻着他身上的气味，听着他的心跳，脸上染着红云，艳丽如3月桃花。逸晨，调整好气息后，云初小声的要求，回车上去，好多人看着呢。战逸晨宠溺地道，好，回车上去，不让他们再看好戏了。他松开了他，然后朝围观的众人笑道，谢谢大家见证了我和我女朋友确认恋情的一刻，等我结婚请大家喝喜酒。众人笑道，副总，我们礼金都准备好，就等着你请我们喝喜酒了。战逸晨哈哈的笑，
宁云初听得却脸红耳赤的。哦，原来战氏集团的职员早就把她看成了他们的副总裁夫人。战逸晨满心欢喜地扶着云初上车，体贴地帮她系上安全带。他带来的那束花依旧由他抱着。等他回到车上后，他征求他的意见。云初，我想带你回悠悠山庄，你愿意吗？父母都偷偷的来看过他数次，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他的感情，他的父母便不敢打扰他。他并不知道，在他未来的公婆眼里，他早就把他这个当儿子的挤到角落里去，成了他父母要宠着的人儿。他妈妈说，他这辈子没有女儿，就想有云初这样娇俏的儿媳妇。说一见云初，他妈妈就喜欢上了，说云初让人一见之下就心生呵护。他带她回悠悠山庄，意义上却是不一样的，就等于是第一次带着她见他的家人，他的长辈。云初有点紧张地说道，可是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好。他还真是猴急，刚答应当他的女朋友了，他马上就要带她回家见家长，哪怕知道他一家人都知道他和他的事，云初还是有点紧张的。他这一去如同丑媳妇见公婆呀，不需要礼物，只要我能带着你回去，比送我家人礼物更让他们开心。那不行，礼不可少，我初次见叔叔阿姨，怎么能空着手去？你现在就带着我去买点见面礼呢？战逸晨笑，也行，那我现在就带你去逛商市，随便买点吃的喝的就行了。我家里人什么都不缺的，就用我妈的话说，她最缺的就是儿媳妇。云初的脸又红了。战逸晨掏出手机，在家人群里艾特全群的人，我现在带云初回悠悠山庄吃饭，有空的都回一趟山庄吧。战印最先在群里回复，巧了，你大嫂也说今晚回山庄去，我们已经在半路上了。战浩宇，收到，马上出发回家了。余下那几位少爷，只要人在管城的，都回复战逸晨，他们也会赶回家去啊。九少还没有放暑假，在学校里，他是没有带着手机的，故而没有办法回应他的二哥。当然了，他二哥也自动的把他这个老小忽略了。小孩子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习。战九少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人家是青少年呀。那战逸晨的父母收到这个消息时，那战二太太马上回复儿子，大概多长时间能到？妈现在让厨师多烧几个菜还来得及吗？云初爱吃甜酸鱼是吧？就妈现在就让厨师做，会把鱼刺都挑掉的，准儿媳妇眼睛看不见。战二太太担心云初吃鱼会被鱼刺呛到，就想到让厨师先把鱼刺挑掉。云初要是能看得见，看到未来的婆婆这般体贴，绝对会感动至极的。家人群里那热热闹闹的，战逸晨发了那条信息后，就发动了引致，把车开动，不管群里有多热闹，他就先带着刚刚追到手的女朋友去买礼物。家人群里热闹过后，三太太忽然艾特了自家大儿子战浩宇。三太太问着长子，浩宇，你和我准儿媳妇进展到哪里了？啊，什么时候带乔小姐回来吃饭？战浩宇秒顿。三太太得不到儿子的回复，气得对丈夫说道，你看看你的儿子。妈同时给了他和逸晨相片，逸晨今晚都带云初回来吃饭，见家长了，你儿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有个儿媳妇当女儿来疼一疼呢。三爷说道，这种事急不来，你儿子还不想行动，我们着急有什么用？总不能替他跑去江城帮他追妻吧？怎么不急？到时候逸晨都当爸了，他还原地踏步，他和逸晨差不多的年纪，以为他还很小吗？他要是老九，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他。乔小姐那样的优秀女子很抢手的，你儿子要是再不行动，被别人捷足先登，有他后悔的时间。三爷默了默后说道，据我所知，乔小姐的爱慕者都是江城的那些千金小姐，都是女的，她们永远都嫁不成乔小姐。放心吧，没有男人和你儿子抢老婆的。
乔涵一直是女扮男装，在江城人的眼里，那是乔家的大少爷，就算他长得很帅，是江城那些青年才俊公认的最帅的男人，帅的人神共愤，说他俊美如妖孽都不过分。不过那些青年才俊只会嫉妒乔涵的俊美非凡，绝对不会爱上他的。没办法，他们很多人喜欢的女孩子，在见过乔涵后，都会扎入爱慕乔涵的大军中。他们能不嫉妒乔涵吗？三太太被丈夫的话噎住了，半晌，她说道：“就算没有男人和浩宇抢老婆，她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。正好等会儿他回来吃饭，你找个机会跟他谈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连他奶奶的话都不听了。”三太太原本是不着急儿子的婚事，因为有婆婆吗？只要婆婆还活着，就是他们悠悠山庄的天是大树，能替他们遮风挡雨，万事都不用他们操心。三太太是很感激婆婆的，像老顽童，却又一心为了儿孙好。等他回来，我问问他，你不说，我都不着急，你一说，我也着急了。奕晨就比他大上几个月，年底，奕晨可能都会结婚了。他连乔涵的女儿身份都还没有揭穿，别说了，他整天窝在酒店里，都没有往江城跑，怎么揭穿乔涵的女儿身份？他什么都不做，以为乔涵会主动上门，对他说道：“战浩宇，我是个女人，你来娶我吧，想得美，做梦去吧。战浩宇肯定有什么问题不让我们知道的，今晚不问出原因来，别让他出门。就年轻一辈都不喜欢住在悠悠山庄，一是长辈都在，犯点错就容易三思会审；二来是悠悠山庄远离闹市的喧哗，自然就离市中心远一点。年轻一辈都是需要上班的，要是住在山庄里，一来一回很费时间。用战浩宇的话说，想睡个懒觉都不能。夏天不好，冬天天气冷的话，谁不想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待一会儿？孤儿小辈们都是在市区里买了房子，方便上下班的呀。跟妈说一声，咱俩的战斗力不如妈一个人的。三爷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老母亲拉出来给他们夫妻俩当先锋。三太太瞪了丈夫一眼，却笑道：“你也知道咱们的战斗力不如妈呀，不用我们跟妈说，妈自然会催一催浩宇的。”顿了顿后，他又说：“咱们太不孝顺了，浩宇是咱们生的，却要妈来操心他的人生大事。老战，你想想，妈有没有说过最近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咱们买回来送给妈吧。”三爷说道：“妈缺什么？他老人家那什么都不缺，财富比我们都要雄厚。他老人家最缺的就是孙媳妇以及曾孙女。”提到孩子的事，三太太小声说道：“彤彤咋还没动静呢？”三爷当即拍了拍妻子，亦是小声说道：“你可别嚷嚷啊，让彤彤听到心里难受，她的压力最大。生孩子也是讲缘分的，缘分未到，着急也没用。上次妈请回来的大师帮阿印夫妻俩看过了，说他们命里有儿有女，那就肯定有的。老话都说了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也是这样的理。想到自己3个儿子，没有一个女儿，三太太叹口气，儿女都是债呀，不是来讨债的，就是来还债的。咱们3个儿子肯定是来讨债的，谁叫咱们拼了3次都没有拼到女儿。别说妈盼着抱曾孙女，我也盼着以后能有个孙女呢，就怕3个儿子给咱们添9个孙子。像妈现在面对9个孙子，嫌弃得很。三太太想到以后若是拥有9个孙子，也是头大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哪怕身体还很好，等到三太太有孙子，孙子又长大成人时，老太太已经去和老爷子团聚了，再也管不了小辈。这三太太当奶奶的岂不是要管着？老战，咱们以后若是有了孙子，他们长大后的人生大事由儿子儿媳妇去操心，我们年老体衰，没那个精力操心，千万别去揽事情做哈，我想想就觉得头痛。如今他们儿子的人生大事都还是指望老太太操心，
没办法，小辈都敬重老太太，就怕老太太，只有老太太才能拿捏到他们。老太太呢，又是一心为了孙子好的，他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压根儿不用担心老太太会亏了自己的儿子。三爷说道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才不操心呢。”他拉着妻子起身，走吧，去二哥家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奕晨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，可得做好准备，别让宁大小姐觉得我们怠慢了她。哪天浩宇带着乔涵回来，我还想放鞭炮呢。三爷笑道：“会有那么一天的，等到那天的时候，我们买一车的烟花，去个荒地上燃放烟花庆祝，那是自然的。”这对老夫老妻边说着边走出主屋，去了隔壁的那栋大别墅，那是二房的小家。最先回来的是战印夫妻俩，还带着洋洋，因为海玲还在医院里照顾陆东明，洋洋现在就跟着小姨了。本来战印夫妻俩就是计划今晚回来的，回到半路就收到了战印陈发的群信息了，夫妻俩便是最先到家的了。战印的车子停稳，老太太就走了过来，不是迎接她的宝贝长孙的。车门一开，她老人家就探身入内，从海童的怀里抱过了洋洋，抱着洋洋下车，笑着就往回走，边走边和洋洋说笑：“洋洋，太奶奶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，特别想你。”洋洋也很喜欢和老太太相处，这个老奶奶虽不是她亲的太奶奶，妈妈说这是她还没有出生的表弟妹的太奶奶，也等于是她的太奶奶了呀。太奶奶，我也好想你啊，想死你了。洋洋嘴甜，看人说话，就他喜欢的人呢，他嘴巴特别甜，能哄得大人心花怒放。就他不熟悉的人，例如战浩宇，他就净说大实话。太奶奶知道你过来，让厨房的伯伯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，等会儿洋洋要多吃点哦，那样就能快高长大，早点去上学。老太太抱着小家伙走路，健步如飞，一点都不带喘的。唐君业等人本就是跟在老太太身后，在老太太抱着洋洋往回走，长辈们也跟着往回走。相较于30出头的战印，长辈们更喜欢洋洋，都懒得看战印一眼了。战印下车后看到长辈们全都围着洋洋打转，他对刚下车的海童说道：“带着洋洋回来，既是当电灯泡，又是抢风头的。以往我回来，长辈们都是围着我喝寒问暖，现在呢，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了。”海童笑道：“你快别说电灯泡了，洋洋会生气的。他说他叫周洋，不叫电灯泡。他故意打趣着丈夫，就你整天绷着一张脸，跟洋洋那张可爱的带着笑容的脸。我也是更喜欢洋洋呀。洋洋嘴巴又甜，不像你跟自己家里人打招呼都是干巴巴的，没点甜味，谁喜欢你？”战印伸手揽住他的肩膀，拥着他朝中心主屋走去，边走边笑道：“只要你喜欢我就行了，那其他人喜不喜欢都不重要。”海童看到长辈们已经簇拥着老太太和洋洋进屋里去了，没有人扭头看夫妻俩，才任由他揽着他。快走到屋门口了，他就拿开了他的手，就说道：“在家里啊，别搂搂抱抱的，咱们搂搂抱抱的，长辈才开心呢。要是夫妻俩处得如同陌生人那样，长辈们就该愁白头发了。就像当初他和海童相敬如宾的时候，奶奶就急得就不行。”小夫妻俩呢进屋里去，长辈们还是围着洋洋打转，洋洋时不时就叫着爷爷奶奶的，把这长辈们哄得乐开怀。主要是小家伙长得俊白嫩嫩的，着实招人喜欢。战印夫妻俩进屋后都没有人看他们。战印拉着海童特意想坐到最显眼的位置上，不过很快就被自己的父母挤走，他只得带着老婆大人坐到最角落里去。海童笑着说：“老公，不止你失宠了，我也失宠了。由于她是战家这一代的第一个媳妇儿，在战家，她这个大少奶奶是非常受宠的。战印故作委屈，我被宠了30年，失宠只需要一个洋洋就够了。
而且还是1分钟之内就发生了。洋洋还是个男娃，要是个女儿，估计长辈们不是围着他逗他说话，而是轮流来抢着抱。对于几代之内都没有女儿的战家，是真的会为了一个女娃疯狂的。被长辈忽略在角落里的战印夫妻俩，也乐得轻松，还能卿卿我我的。不久后，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，然后坐在角落里的人是越来越多。大家你看我啊，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一样的。海童看着战家兄弟们的表情，笑得肚子都要痛了。这时候管家进来，走到老太太身旁，笑着提醒老太太和众人：老太太，二少爷带着宁大小姐回来了，云出来了，咱们都到老二家里去。在战家是以中心主屋为中心的，住在中心主屋的是大房一家人以及老太太，但战一晨是二房的长子，他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，肯定要给二房面子呀。故而老太太让大家呢都在老二家里聚集。坐在车上的宁云初，这表面看上去淡定得很，实际上他紧张得很。虽然战一晨一再保证他的父母不会嫌弃他了，他家里所有长辈都很开明，会尊重小辈的决定，他只管敞开心扉接受他的爱。就等着被未来的婆家人宠着就行。云初还是紧张吧，害怕呀，害怕大家见到他本人看，发现他这个盲人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好，会接受不了，不同意他和战一晨在一起。云初的反应实属正常，相信很多人初次见家长都会胡思乱想，各种担心。一晨，云初摸到了一晨的手，一把抓紧，他小声说道：我还是有点紧张，害怕万一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？他好不容易迈出了这一步，接受了战一晨的感情，也相信战一晨对他是真心的。若是战一晨的父母不喜欢他，嫌弃他，他肯定没有勇气和战一晨一起抗争的。云初都回到了家里，我说什么你大概也听不进去，何不跟着我下车？进屋去感受一下长辈们对你的喜欢。战一晨反手握住他，你担心的是？绝对不会发生的。来，我扶你下车。是呀，都回到了他的家里，那再紧张害怕也得下车面对的。云初调整了一下情绪，说道：好。战一晨体贴地扶着云初下车，云初非要买来送给大家的见面礼。战一晨则是吩咐着管家，车上还有很多礼物，让人帮我们搬一下。他家里人多，云初一个都不愿落下，全都买了见面礼，那便把他的车后座以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战一晨都打趣云初，他应该开一辆货车载着他回家的，因为他买的见面礼实在太多了。他都说了不需要买，但他坚持要买，说什么初次见面不能空着手，还说他第一次见他小姑姑的时候，就也是大包小包过去的。战一晨只得顺着他了。等管家叫来佣人帮忙把礼物搬下车了，战一晨才牵着云初慢慢的朝自己的家走去，就佣人们大包小包的拿着东西跟着走。知道云初走路是靠记住步数的，战一晨就走得很慢，让云初可以记步数。经过中心主屋的时候，战一晨对他说道：现在我们站在中心主屋的门前了，门前有几级台阶的，这是我们油油山庄的中心主屋，我奶奶和大伯一家人住在这里。云初点点头，他记住了从停车场到中心主屋的路程。我们要进去吗？先去看看老太太呀。云初轻声问着他。按他平时对战印的尊敬来看，云初是以为他会带着他进中心主屋的。等会儿咱们再进去，现在我们先回我们家。奶奶他们现在也不在中心主屋，在咱们家里等着呢。他代表的是二房，自是先回自己的家里，再带着云初去串门的。那下车时，他也看到了长辈们都去了他家里。云初默了默后，轻声说道：我们还没有结婚，油油山庄是他的家，还不是他的家，就他老是把他带进来，
让云初有点不好意思的。战一晨凑到他的面前，低笑的道：“从我看到你的相片那一刻开始，就把你纳入我的世界里，与我成为一家人。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是我们的家。”说完，他在他的腮边亲了亲。云初的脸呢，染上了几分红云。记得管家他们跟着走。他连忙轻推一下他，大家都看着呢。这厮脸皮厚，不怕丢脸。他可没有那么厚的脸皮。虽说他看不到自己的脸有多红，却感到脸上热热的，就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脸红了。战一晨又是低笑，站直了身子，再次牵着他往前走。边走就边说道：“我们家离大伯家里就几百米远，也是一栋带着小院子的大别墅。小院子里大部分地面上都铺着地板砖的，矮围墙边上才种了些花草。原本想在院子里建个游泳池的，我妈说夏天太阳大，最后游泳池建在了室内。现在她庆幸父母没有在院子里建游泳池。云初现在眼睛还没有治好，就怕他不小心走进游泳池去。游游山庄很大很大的吧？云初以前听说首富家是住在一座大庄园里的，是挺大的，不过住习惯了，又觉得就这么大吧。山庄里是走园林风格，因为我奶奶喜欢园林风。要不是有几栋现代化的建筑，走进游游山庄会以为自己穿越回到了古代。山庄里也有很多仿古建筑物，例如亭台楼阁、曲径回廊、假山喷泉水榭啊都有。咱们今晚在家里住一晚，明天我带你到处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山庄里有一大片的荷花池，现在呢正是荷花盛放之时，我还能带你荡舟荷花池内。虽然我看不见，听你这样描绘，我都觉得好美好美。战一晨握紧他的手，云初，这是我们以后的家。家是一辈子的避风巷，一辈子的归宿。你的眼睛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每年荷花都会盛开，等你眼睛治好了，我保证每年都陪你赏荷。云初笑道：“好。”他这个承诺也好美好甜。